如果反转电影有段位，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是王者中的王者，因为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。今天带来这部让人眼前一亮的嫌疑犯罪电影《玩尽杀绝》，又名野东西。尼克是大学的一名法律辅导员，风度翩翩的他本是小镇上的花花公子。然而某次自己的2个女学生找上自己帮忙，为了答谢尼克，2个女学生打算为他的爱车亲自洗车。可洗完车后的凯莉却突然来到了尼克的家中，面对青春又美丽的凯莉，眼前的一幕，尼克不禁感到有些恍惚。不久后，神情有些奇怪的凯莉匆忙离开了尼克家中。可让尼克没想到的是，几天后他便受到了凯莉的指控，他声称尼克侵犯了自己。凯莉的母亲作为镇子上的有钱家族，她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女儿遭遇这样的事情，她要求警方立刻彻查此事。可这些都是凯莉的一面之词，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负责这次案子的阿杰和警员黑妹，为了搞清楚凯莉是否在撒谎，警员希望凯莉能够详细描述当时的细节。而凯莉回忆起当时的情节，一度哽咽。她表示自己进入尼克家中本想要拿到东西时，尼克却对自己产生了邪恶的想法，他将自己扑倒在地板上进行了侵犯。当时另一个洗车的女孩劳拉因为有事已先行离开，然而凯莉的这番自述词却遭到了女警员黑妹的质疑。她直觉地察觉到凯莉在撒谎，因为凯莉不能提供任何的证据。也许女孩只是因为没有从尼克身上得到某些东西进行了报复，可这种猜想却遭到了其他的警员反驳，因为尼克本就是小镇上有名的花花公子，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并不稀奇。迫于凯莉母亲在当地的影响力，不管凯莉说的是否属实，面对指控，警方不得不前往调查清楚这件事。而这件事很快便在小镇上传开。尼克得知这件事也是一脸的疑惑，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凯莉为何要指控自己，让尼克也是一脸的无辜。学校迫于压力也不得不暂停了尼克的工作。尼克也深知这件事一旦坐实，那他自己这辈子就毁了，并且凯莉的母亲是小镇上的有钱家族，当地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帮自己。无奈之下，尼克只能跑到了外地，找到了律师老白寻求帮助。尼克如实向老白交代，他遭到了自己学生的侵犯指控，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所谓的侵犯这件事，自己和学生凯莉也是简单的师生关系，除此之外2人并没有其他来往。他也不清楚凯莉为何要诬陷自己。老白听闻对方是当地的有钱家族，并没有感到胆怯，他反而相信尼克是无辜的接手了这件案子，因为这件案子对于老白来说也是一战成名的机会，即使输掉官司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影响。而另一边，警方却接到了女孩劳拉的电话，女孩声称自己有线索可以提供给警方，因为当时的劳拉和凯莉都在帮尼克洗车。警员阿杰和黑妹以为劳拉知道些什么，可他们却从劳拉这里得知了更为震惊的事情。虽然劳拉在洗完车离开后并不清楚尼克有没有侵犯凯莉，可他却知道自己在1年前有了同样的遭遇，那就是尼克侵犯了自己，并且尼克在侵犯自己后说了一句话，这和凯莉陈述的一致。于是警方立刻将尼克监禁了起来。这件事也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报道。不久后，尼克被指控侵犯一案便迎来了开庭。作为指控人的凯莉率先阐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，而劳拉也作为另一位受害者也站了出来指证尼克。可对于劳拉的指证，尼克的辩方律师老白提出了质疑，那就是老白通过调查发现，劳拉是个作风不良的学生，不仅有着盗窃的前科，还是个毒虫，因此他还遭到学校的劝退。在他的陈述词中，1年前尼克还曾是他的朋友兼老师，因为每次遇到麻烦被送入局子里的时候，他都是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尼克请求帮忙。可后来因为自己遭到尼克的侵犯，2人的关系便彻底发生了改变。然而就在这件事不久后，劳拉再次因为麻烦陷入警局，可他还是给尼克打去了电话寻求帮助。在老白看来，劳拉的做法和他的说辞根本就是自相矛盾。作为一个受害者，却仅仅在时隔1个月的时间后，向侵犯自己的人再次求助，也就是说，当时的他还是把尼克当做一个朋友。然而可惜的是，这通电话根本没有打通，因为尼克这段时间恰巧外出去了游玩，导致劳拉被送进了管教所，度过了煎熬的半年。由此，老白完全可以怀疑，劳拉因为这件事心生仇恨，对尼克进行了报复。而他指控尼克1年前侵犯了自己，却还将尼克当朋友。而上次2人为了让尼克帮忙，他们还以洗车名义作为答谢，这种说辞根本就站不住脚。此时的劳拉明显有些心虚，于是老白趁热打铁告诉劳拉作假证的利害关系。他可不想劳拉因为在法庭上撒谎再次被送进监狱。劳拉终于被老白突破了心理防线，爆出了实情。 Sam Lombardo didn't rape me. Didn't rape Kelly either. He didn't do anything. This is ridiculous! The witness has been directly threatened by defense counsel. I think I made it plain this court intends to hear Miss Toller's story. I just wanted to hurt Mr. Lombardo. I mean, he was my friend at first. And then I got busted and he didn't even stick up for me. I had to go away to that hellhole. I mean, it's like you're his favorite, and then who cares? 不仅如此，劳拉还道出了凯莉为何要诬陷尼克的动机，那就是凯莉喜欢上了尼克，可她却发现尼克和自己的母亲原来有着不正当的关系，于是2人为了报复便合谋诬陷了尼克。凯莉眼看事情被揭穿，当场破防，她不敢信劳拉出卖了自己，因为诬陷他人，凯莉因此被警方逮捕。而凯莉的母亲也是不敢相信女儿撒了谎，
这场官司，老白和尼克大获全胜。凯莉的母亲为了息事宁人，将自己的女儿捞出，她只能选择和尼克私下和解。为此，她付出了800万美刀的巨额赔偿。而凯莉的母亲为了惩罚女儿，她将凯莉祖父留给她的信托基金全部赔给了尼克。这笔钱是在凯莉母亲去世后才能得到的一笔不菲遗产，可她却被尼克眼睁睁地拿走了。而得到这笔钱的尼克也瞬间成了高富帅，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。然而整件事却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当晚，凯莉便来到旅馆找到了尼克庆祝，就连劳拉也来到了此处。原来一切都在3人的计划中，他们合谋演了这场戏，就是为了提前拿到凯莉的信托基金。凯莉知道她的母亲肯定会用这笔钱来赔偿，而3人打算将这笔钱平分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尼克还是建议今晚之后3人不要再相见，以免被人发现抓住把柄。尼克也需要通过海外账户将这笔钱顺利地分给2人。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警方的关注。眼看着这笔赔偿款流向海外，警员阿杰和黑妹意识到尼克在分赃，他们被几人给戏耍了。可现在已然结案，对警方来说继续调查也没有了意义。然而有着正义的阿杰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。虽然他向上级提出了质疑，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他们都劝阿杰不要再调查这件事。可阿杰并不打算放弃，准备私自调查。于是他找到了凯莉，想要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。他直言告诉凯莉自己知道3人的把戏，而且阿杰有了一个不好的推测，那就是劳拉是个毒虫，将会是个无底洞，到时劳拉将会是个危险的存在。尼克肯定不会和这种人分钱，一旦对劳拉下手成功，凯莉也难逃一劫。然而听闻这些话的凯莉却并没有放在心上。随后阿杰又找到了劳拉，准备逐个击破。因为劳拉是个毒虫，作为警员的阿杰对劳拉很了解，他用了同样的说辞对劳拉进行旁敲侧击，表明他的处境现在很危险，并且他认为尼克根本不会给他分钱。在阿杰的一套心理战术下，果然等阿杰前脚刚离开，劳拉便开始尝试着联系尼克。可尼克并没有接他的电话，因为尼克从凯莉这里得知阿杰正在调查他们。无奈劳拉只能前往了寻找凯莉。劳拉被阿杰所跟踪，凯莉和劳拉相会的一面被阿杰发现，也就证实了阿杰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劳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，为了让劳拉放心，凯莉只能再次联系尼克。尼克让2人不要担心，只要他们不自乱阵脚，那么阿杰根本不会找到任何的破绽。因为这件事，劳拉有些心烦意躁。第2天，凯莉开着车带着劳拉来到了海滩边散心，可尼克的突然出现让劳拉有些懵逼。尼克解释到自己担心劳拉，所以才决定来到这里和她秘密会面。此时的凯莉见状便表示自己要回车上拿一些东西。还没过多久，凯莉便听见远处传来了劳拉的尖叫声，劳拉被尼克所杀害。原来这都是尼克和劳拉计划好的。随后他们将劳拉的尸体转移抛尸在了沼泽里。一夜未归的劳拉引起了警员阿杰的注意，可劳拉的养父和养母也不清楚劳拉去了何处。此时的阿杰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为了找到劳拉的下落，阿杰从劳拉的一个好友打听到，他们此前常来海边沙滩游玩，而恰巧在此处一艘废弃的船上，阿杰发现了血迹，并且上面还有脱落的牙齿。警方通过 DNA 比对发现正是劳拉。阿杰认为这肯定是尼克所为，上司却因为阿杰私自调查不听指挥，直接将阿杰踢出了这件案子，并且他警告阿杰不要再插手，因为此前尼克就曾到警局投诉阿杰跟踪自己。没办法，阿杰只能委托自己的同事黑妹帮忙盯住尼克的行踪。可在旅馆蹲守的黑妹却被尼克所发现，尼克邀请他来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因为他有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到警员黑妹。尼克给了他一份关于凯莉的档案，上面提到凯莉心里有些问题，并且凯莉和劳拉有那种特殊的关系。自从上次法庭一案，2人的关系破裂，也许劳拉的消失和凯莉有关。尼克表示对劳拉的消失毫不知情。在他一番诚恳的自述下，警员黑妹选择相信了他。等阿杰等来黑妹的消息时，黑妹早已放弃盯着尼克回到了家中，并且黑妹告诉阿杰尼克已经离开了旅馆。此时的阿杰顿感不妙，因为担心凯莉的安危，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凯莉家中。凯莉看到警员阿杰的到来也是一脸的疑惑，因为害怕凯莉和阿杰纠缠了起来。只见房间内传来3声枪响，阿杰痛苦地捂着肩膀跑了出来。这一幕恰巧被凯莉的母亲所发现。凯莉的母亲意识到不妙，冲进房间，却发现了悲惨的一幕。原来凯莉在和阿杰纠缠之际，凯莉拿到家里的枪朝着他的肩膀开了一枪，眼看情况失控，阿杰只能进行反击。没想到想要去保护凯莉的阿杰闹了一场乌龙，他误杀了凯莉，阿杰因此被警方除名，丢掉了工作。而警方通过调查，在凯莉的车上发现了劳拉的血迹，因此他们认为是凯莉杀害了劳拉。然而整件事却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不久后，尼克出现在度假海滩，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原来阿杰和尼克是一伙的。2人为拿到这笔钱，联合干掉了凯莉和劳拉，并且成就了一个完美犯罪。尼克告诉阿杰，只要再等2天，海外账户上的那笔钱就能安全的给阿杰。当天2人扬帆起航，前往了海中游玩庆祝。作为掌舵者的尼克需要这个业余的阿杰帮自己拉紧绳索，对此一窍不通的阿杰只能照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尼克却突然猛打方向，来不及反应的阿杰瞬间被甩出，掉进了海里。没想到尼克为了独吞钱财，还是对阿杰下了手。可此时尼克怎么也没想到，作为警员的阿杰靠着绳索又爬上了船，2人拿起武器便厮打了起来。尼克很快落入下风，可就在此时，一支利箭却射穿了阿杰的脚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劳拉竟然没有死。阿杰怎么也没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可他只能带着疑惑被大海所吞没。原来劳拉和阿杰之间一直便有着怨恨。警员黑妹从劳拉的养父口中得知了关于阿杰的一些事情。原来阿杰对劳拉的一个好友痛下杀手，靠着职务之便，他将这件事掩盖了过去。虽然劳拉看到了这一幕，可他却无能为力，因为自己是个毒虫。阿杰有能力随时将他送进监狱，自己还面临阿杰的权势欺压，所以他设计了这个计中计，就是为了将阿杰拉下浑水，顺手捞到一笔钱财。劳拉倒了2杯酒，准备和尼克庆祝。然而此时尼克看到这杯酒却有些害怕，因为经历了太多，他不得不担心里面被下了毒。可劳拉说出了一个让其无法拒绝的理由，那就是劳拉根本不懂航行，如果尼克遇害，自己如何回到岸上？听完这些话的尼克相信了劳拉，因为此前劳拉便曾找尼克表示要跟他学航行，于是他便放心喝了下去。可还没过多久，尼克怎么也没料到里面还是下了药。等尼克反应过来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劳拉松开一旁的扬帆，将尼克打落了水中。尼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失算了，因为凯莉从小就是个水手，驾驶船只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，并且他的养父告诉黑妹，他们曾经测试过劳拉的智商非常高，而这个完美的计中计都是劳拉所策划的。因为那时被送进监狱的劳拉曾打电话给尼克求助，可劳拉怎么也没想到尼克却和凯莉厮混在了一起，根本没有顾及自己的死活，导致自己在监狱煎熬了半年。所以他一开始便拿着照片威胁尼克配合自己完成计划。不过劳拉最痛恨的还是警员阿杰，为了拉阿杰下水，劳拉想到了好友凯莉的信托基金为诱饵。阿杰和凯莉只会认为是尼克策划了整件事，而那次自己在沙滩上只是拔下了牙齿留下线索，让人误认为劳拉已经遇害，就连凯莉也被蒙在了鼓里。因为负责处理尸体都是尼克一个人所做，所以很容易隐瞒过去。车上留下的血迹正是为了嫁祸给凯莉，凯莉的死亡也并不是意外，那正是阿杰为了让其死无对证，将劳拉的死嫁祸给凯莉。他先是夺来凯莉家里的枪，再用自己的枪送走了凯莉，随后用另一把枪朝自己的肩膀打去，伪造成了意外。可阿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被耍，劳拉的假死只是为了骗阿杰，让其认为尼克已经解决掉了劳拉。然而凯莉的意外却是尼克和劳拉没想到的，他们只是计划栽赃凯莉，而更加意外的是，原来劳拉和律师老白也是串通好的。有了这笔钱财，劳拉准备离开此处去环游世界，律师老白则得到了一份丰厚的报酬。劳拉还给自己的养父母留下了一笔钱财。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劳拉心存善念，可她最后为何还是对尼克下了手？因为当时喝完酒的尼克对劳拉说了同样的话，那就是帮自己拉紧绳索准备返航。此时他便意识到尼克不打算放过自己，所以他没得选择，只能将尼克一同解决。他下的药也许只是麻痹心脏，并不是致死，只是为以防万一。因为在尼克落入下风时，劳拉便选择出手相救，他完全可以等尼克被害再结果了阿杰。而劳拉是个心思缜密、智商超群的危险人物。至此，这件扑朔迷离又环环相扣的侵犯案终于告一段落。